外国朋友来这边学中文，然后住我们短租的房源。这一栋有电梯，我觉得很棒。哇，c'est la vie！ 双开门，很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。台北必吃的酸菜白肉锅，如果喜欢古董的朋友，我觉得蛮推荐大家来。check in 一台北，一起当个台北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全局的明明。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开箱最新的物件，在古亭捷运站这边，然后它就是有黄线跟绿线，周围生活机能非常好，像我们后面就有星巴克，然后这一整条都是饮料店，而且我们旁边就是师大夜市，大概要走几分钟？3分钟 ，Let's go。可能很多人会好奇，我们那么多短租店到底租给谁？到底谁会住？外国人吧，其实是台湾人居多。我们曾经有遇过，像是情侣吵架，然后要短暂冷静分居。那这样他们吵架是不是要吵30天以上？那个冷静期，冷静彼此冷静30天，不只是感情问题才可以租啦。就是如果你有装修需求啊，你的那个装修时间是1到3个月啊，那你短暂没有地方住怎么办？那就会来找我们一台北短租。会不会有人是想要换个生活环境？还真的有哎，就他们可能是外县市来的，来台北要面试啊、求学或者是来找工作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会先短租住在公司附近的房源，让你感受一下这边生活的氛围之后，你再决定要不要生根在这个地区。好喜欢这一片绿绿的植物哦，这样一整片下来，有植物遮阳的地方，感觉都会比较凉一点。这一栋有电梯，我觉得很棒。从玄关进来之后是很有氛围的客厅跟餐桌，这里总共有5个房间以及2间卫浴。先来看一下房间1，超喜欢这个空间的，因为它整体很舒服，此外就很大，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独立的洗衣的空间，可以晒衣的空间，超级大的。它沙发看起来就非常好坐哦。有了这个衣架，我们就可以挂一些东西在这，就是已经穿过的衣服，还要再穿的就可以挂在这边。我们设计师其实很喜欢走暖色系跟木头色系，所以它这个百叶窗都是用木头片做的。外面呢，这个风景超好看的，还有这个木的书桌，我觉得它很多细节，像这2根，它其实是拿来挂东西的，就是我们一些包包啊就可以挂在这，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可以放一些遥控器跟书本。很有小巧思的书桌。走出来后，旁边就是房间2，有书桌可以使用。空间虽然没有房间1的大，但一样很舒适。再往前一点就是房间3。这一间我们来开箱的是主卧。那主卧这边，我觉得最让我心动的就是后面这个沙发以及它这个小台灯，你会觉得很复古、很可爱吗？你坐在这边喝咖啡、看书，真的是很惬意耶。非常大的落地窗，虽然说我们这边外面是已经封了一半起来，但是我觉得，以整体氛围来讲，可以看到台北的市容，我觉得是很加分的事情。而且对面居然可以看到中正纪念堂哎。厕所有卫浴以及干湿分离的淋浴空间。这间是房间4，整体感觉很惬意，有沙发跟造型桌。最后是房间5，都有小巧思的摆设品。最重要的是，每一间房间都有对外窗，采光跟通风都很棒。第2间卫浴也是采用干湿分离的设计哦。再来，我们去看看厨房。其实我觉得很贴心的事情是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一些器具啊，让你们在短租的时候可以做使用。它居然不是 IH 炉，是瓦斯炉哎，这样子你要炒什么都非常方便。哇，冰箱超级大的，而且品牌是伊莱克斯的哦，双开门，
很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。厨房后面有共用的洗衣机以及晾衣空间，还看得到师大的田径场。虽然说我们这边的客厅是没有对外窗的，但是设计师非常贴心的帮我们准备了用画来取代阳光，我觉得整体氛围感直接 up。有发现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置物空间，对于要来短租的旅客，以及跟3、5好友要一起来这边玩的旅客，其实是置物非常方便的地方。哇，很适合放松的小角落。哇 ，c'est la vie！ 你可以想象下班2个人跟朋友在这边喝咖啡，喝点红酒，聊一点是非。这间有5个房间，还可以共用客厅跟厨房，真的很适合好朋友们一起来住。接下来带大家去吃看附近很有名的早午餐，叫做福来早餐，在台北有4、5间分店哦。哇，你看满满一桌，超开心！这道一定要点热炒萝卜糕咖米肠。在我身后的就是超级有名，在台湾台北必吃的酸菜白肉锅。从这边走进去就可以走到餐厅喽。我们现在要去看看林记牛肉面，超多人推荐的，而且现在12点半，然后超多人排队。在台湾就会很多这种物美价廉的面店，我超爱锅烧意面的。锅烧意面吃起来有一个空气感，你是说因为它炸过，然后吃起来会咔嚓咔嚓？对，那个是南部人喜欢吃的。啊，我就南部人啊，因为我觉得台南的食物其实跟马来西亚槟城口味很像，就是偏甜一点。很多外国人来台湾就是会要吃什么小笼包，没排到鼎泰丰，我觉得蛮推荐苏杭点心的。它有像是丝瓜虾仁汤包，还有蟹黄汤包，我个人是蛮喜欢的，因为台湾的丝瓜非常甜，所以加进汤包里面，就是整个融合起来，我觉得非常美味。苏杭点心隔壁也有这间第1楼，它卖的东西品相虽然是跟苏杭小点心有点雷同，但是它的价位就是比较 CP 值，然后它有像是小笼包啊、蟹黄小包啊，然后虾仁烧麦这一种。我们刚刚走在街头上，来到一个很酷的地方。这间店就是叫做寻宝屋。那刚刚我们有问店员啊，这边的宝物都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们说都是从日本来的。然后这间店已经有20多年。我们刚从第1个店面走进来，会穿到一个巷子中间，然后而且它的这个门还是保留着以前古老的木头的设计。16800，一路发。如果喜欢古董的朋友，我觉得蛮推荐大家来这间店来看看古董家具，很值得收藏。好，我身后宝雅就是台湾品牌啊，如果你要买什么东西都可以来这边，像是零食啊、化妆品啊、生活用品啊，在这边都可以买到。等一下我们往和平东路一段直走就到师大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字路口非常繁华。师大这边有非常多这种文房四宝，你看里面卖了非常多不同款式的毛笔，还卖了非常多宣纸。外国朋友，如果你是 vegan 啊，你不吃肉的话，其实蛮推荐这一间纯素无蛋奶燕麦奶基底，因为像我本身就是对于鲜奶会过敏，我个人是比较爱燕麦奶或者是植物奶都 OK。我们不止纯情，还纯素。巷子进来还会有小花市啊，里面不只有卖花，有卖包子啊、馒头啊、豆浆跟冰红茶。好了，现在在我身后呢，就是每一年有超级多外国人都会来学中文的地方，就是师范大学。它里面呢有不同 level 的中文可以让你学习，所以非常推荐我们外国朋友来这边学中文，然后住我们短租的房源。我们刚刚穿越师大园区，然后对面就会看到师大夜市。
晚上的时候非常热闹，然后那个灯笼卤味超好吃的。我身后的这个针线皮肤科，听说是非常厉害的，晚上都会大排长龙。这边的生活机能真的很好，然后旁边就是师范大学，所以我非常推荐想要来台湾念书的外国人，可以住在我们古亭师大这附近的房院。Check in 一台北，一起当个台北人，我是明明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